1998年5月11至13号，印度在拉贾斯坦沙漠进行5次核试验，此举引来了宿敌巴基斯坦的震惊。印度企图借核威慑胁迫巴基斯坦，可没想到2周后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6次针锋相对的核试验。很多人好奇，巴基斯坦贫穷落后，经济上没什么建树，是如何能够成功研究核武器的？1945年7月，美国成功进行了核试爆，并于4月6日、9日向日本广岛、长崎分别投掷2颗原子弹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原子弹首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用于战争。其强大的破坏力让世界各国惊讶不已，纷纷展开了原子能研发。1946年，尚未独立的印度就在霍米巴巴的组织下建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。紧接着，核物理学家萨哈也很快建成了离子加速实验室，为印度研究核武器打下了基础。不过，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对原子弹研究一直持否定态度。他认为印度周边并没有威胁其安全的存在，没必要发展核武器。但他认为核能有着广泛的运用空间，故而以和平名义引进核设施，并于1956年至1965年不断进行核设施和核原料的建设。1956年8月，印度在英国的援助下建造了阿普萨拉反应堆，用于科学研究。4年后，又引入了加拿大的核反应堆，争取在核能应用上有更大的进展。不过，随着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，尼赫鲁开始公开喊出了正向核武器制造阶段迈进的口号，企图对中国构成威胁。就在同年，尼赫鲁通过了霍米巴巴的原子能法案，该法案的推出意味着印度的核能已向军事方面转变。但印度怎么也想不到，1964年10月16号，中国竟先一步引爆原子弹。尽管中国承诺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，却依旧被印度视为极大的威胁，对核武器的研发开始积极起来。特别是尼赫鲁1964年去世后，继任者英迪拉甘地毫不犹豫地发展核武器，并拒绝签订核不扩散条约。1975年5月18号，印度在伯克兰首次进行核爆实验。这之后的24年里，印度在核能研究上就没什么消息了。直到1998年5月，一直坚持拥核的印度人民党上台2个月后，这才捅破窗户纸，成功进行5次核试验，公开宣布已拥核，成为第7个拥核国家。但让印度不可思议的是，巴基斯坦随即在1998年5月28号进行了5次核试验，以作为对印度核试爆的回应。这5次核试爆产生了里氏5.0级地震震级，但5月30号，巴基斯坦再次进行了1次核试验，其理由是印度1974年就进行了1次核试验，巴基斯坦也要再来1次才算公平。印巴两国的核试爆引来了5常大国的震惊。很多人也好奇，巴基斯坦只是一个经济贫弱的小国，到底是如何实现核武器的研究的？在当今宣布拥核的9个国家里，巴基斯坦显然是最特别的一个。毕竟该国在经济军事上并不起眼，本身在国际社会也没啥影响力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尽管巴基斯坦比较贫穷，但每年25%的财政预算都放在国防上。至于为何发展核武器，主要还归咎于印巴冲突。在英国殖民前，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。当时的印度包括印巴、孟加拉3国，这里生活着多种民族，诞生了多种文化、语言和宗教信仰。直到英国殖民后，才让印度正式成为国家概念。但因内部的宗教、民族矛盾，使得印度纠纷十分普遍。2战后，全球多地纷纷爆发独立运动，印度也不例外。英国无奈之下，只好宣布印巴分治。1947年，蒙巴顿方案公示，印巴正式成为独立的2个国家。但没曾想，这将是噩梦的开始。就在独立之后，2国就为了争夺对克什米尔的主权而爆发了战争。原来，克什米尔原本归于巴基斯坦所管辖，且这片土地80%的人信仰穆斯林，但偏偏那20%的印度教人掌握着权力。如此一来，该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割裂。印度见状，立即宣布对这片土地拥有合法权利，巴基斯坦自然不会退缩。结果2国于1947年10月爆发第1次印巴战争。在印巴分治后，印度不仅拥有着极大的领土，也有着90%的工业产业，自然是在这场战争中更胜一筹。经过1年多的战斗，印度占领了克什米尔3%的地盘以及400多万人口。在联合国的主动调停下，这场冲突于1948年12月停火，双方按照停火线划定势力范围，巴基斯坦反而吃亏严重。1956年，巴基斯坦的不毛之地库奇莱恩引来了印巴2国的关注。原来，经西方学者考察，这片土地可能存在大量石油，于是乎，巴基斯坦立即派出军队前去镇守。
可印度也不甘示弱，立即在该地建立哨所。双方经过多年的纠纷和矛盾，于1965年打响了第2次印巴战争。正所谓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这次作战中，克什米尔再次成为双方交战的主要地区，但复仇的巴军节节高歌，一雪前耻，打得印军四处逃窜。吃了亏的印度只能选择退兵言和。巴基斯坦的胜利让印度政府丢了颜面，他们一心想要找回面子，决定利用东西巴基斯坦的矛盾分裂巴基斯坦。在印度的怂恿下，东巴1971年爆发革命，要求成立为孟加拉国。印度瞄准机会，立即宣布支持东巴独立建国，并派兵声援。第3次印巴战争打响。这一次早有准备且从苏联购买大量先进武器的印度，自然是轻松取得作战胜利。巴基斯坦只能被迫让步，宣布东巴独立，承认印度在克里米亚划定的时空线。这次战争让巴基斯坦损失惨重，但他们情报部门很快获悉印度正在展开核武器研究，为避免受印度遏制，开始义无反顾地加入核武器研究中。1972年，巴总理阿里布托启动核武器研究计划，任命科学家穆尼尔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。不过，巴基斯坦的科研能力弱，很多人才前往西方国家留学后不愿归来。尽管布托派出官员前去邀请，但依旧没什么人响应，这使得巴基斯坦的核武研究进展十分缓慢。直到1976年，在布多的多次邀请下，在荷兰浓缩铀工厂工作的阿卜杜勒这才踏上回国之路。在他的加入下，巴基斯坦的核武研究进展才得以加速。阿卜杜勒是冶金学博士，在荷兰工厂工作时接触了大量浓缩铀生产技术资料，且他和合作伙伴关系密切，这为巴基斯坦获取敏感核设备打下了重要基础。但核武器的研究难度之大，光靠阿卜杜勒一人是远远不够的，就连美国研究原子弹都动用了30余万人。而得知巴基斯坦要研究核武器时，美国曾拉拢西方小弟当众警告，要求成员国不要卖敏感设备给巴基斯坦。法国也迫于压力取消和巴方的合作。但没曾想，1979年底，苏联发起对阿富汗的入侵，美国得知后立即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榄枝。毕竟，一旦苏联占领了阿富汗，将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，而巴基斯坦就将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地盘。想要和巴基斯坦合作，自然也要给出甜头。美国随即放宽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研究政策，并为巴基斯坦提供5年32亿美元的军援，而这些援助主要放在核武技术层面。有了美国的支持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研究进展神速，1985年就成功生产浓缩铀。除了美国外，中国也对巴基斯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。在我国的支持下，巴基斯坦建造了第一座核反应堆，并助力巴基斯坦建造了气体离心机以及其他核设备。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研究也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，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，可谓是出人出钱出力。毕竟，在阿拉伯看来，只要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，也可对以色列这个死对头进行遏制。于是，巴基斯坦1987年就掌握了核武器制造的关键技术。有了关键技术后，各项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展开。也正是这一年，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对外宣布，巴基斯坦已拥有生产核武器的实力。克林顿上台后，对巴基斯坦的态度转变，美国想要阻止巴基斯坦的核武研发，却发现木已成舟。巴基斯坦早就拥有了核武生产技术。直到1999年5月，印度进行核试验后，巴基斯坦也随即做出回应，告诉印度自己也已拥有核武器，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。果不其然，有了核武器后，印度不敢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太过火，印巴两国至今也没爆发大型冲突。可见，核武器虽然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地区的稳定和平局势，但也同样可以让两个敌对国家克制。也正因此，很多人表示，若不是核武器，第3次世界大战早就开打了。展开世界地图，在亚洲的东南部地区有一片神秘的土地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这里充斥着毒品与诈骗，却又深埋着发展的种子。宗教的余音袅袅在空中盘旋，世俗的尖锐矛盾沿着韩线肆意生长。这就是中南半岛。中南半岛上的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中南半岛曾有机会走向统一。可对中国而言，一个统一的中南半岛无疑将成为心腹大患。若干年前，中南半岛这片土地上遍布着许多国家，他们各自为政，有着自己的文明与历史，看起来一团和气。可实际上，平静的水面下面暗流汹涌，和平不过是假象，扩张与征服才是真正的主旋律。
自古以来，中南半岛曾发生过多次战争。从公元10世纪开始，在封建王国走向成熟的过程里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有了一个共同的心愿：统一中南半岛，成为天下雄主。在此过程中，越南的表现尤为亮眼。尽管越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藩属国地位，但他们的野心不小。进入公元10世纪后，便蠢蠢欲动，开始谋求统一中南半岛。越南的想法非常简单明了，就是要效仿秦王扫六合，在这片土地上建立霸权。在经历了漫长的内部征伐后，彼时越南的统治者开始将目光瞄准了位于沿海地带的占婆王国。占婆王国地理位置优越，有着出海的便利，同时还是横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天然屏障。越南想要实现扩张计划，就得先搞定占婆王国。在越南的不懈努力下，15世纪中叶，占婆的绝大多数领土都归了越南。越南距离统一中南半岛的目标又近了一步，便开启了对缅甸的征伐。但这次越南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暹罗。原来不止越南想要统一中南半岛，暹罗也怀着同样的野心。从14世纪开始，征服柬埔寨就成为了暹罗统治者的梦想。现如今，大好机会摆在眼前，暹罗自然不可能将柬埔寨拱手相让。于是，为了成为中南半岛唯一的霸主，暹罗与越南大打出手，争斗不休。最终，越南略胜一筹，在1841年将柬埔寨国王安妹流放到了西贡，正式确立了对柬埔寨的统治。在柬埔寨境内，越南统治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面越南化运动，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。然而，戏剧性的是，命运弄人，越南最终还是没有完成所谓的统一大业。原因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欧洲人来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在越南大肆掠夺别国时，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早就成了别人的盘中餐。彼时，越南的封建王朝日益衰落，可欧洲的资本主义帝国春秋正盛，完全对越南形成了跨越维度的碾压。当然，不仅仅是越南，面对殖民者的入侵，中南半岛上的其他国家也毫无还手之力。就这样，殖民者征服了各国，以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方式统一了中南半岛。自那时起，印度支那半岛便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名字。然而，越南的统一梦想却并未画上句号。印度支那半岛是一个充满屈辱的名字，象征着中南半岛曾被殖民的历史。二战后，反殖民运动兴起。1946年，法国与越南展开谈判，不料法国嘴上说一套，实际做一套，在这一年的年底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。值得庆贺的是，帝国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。在中国的帮助下，越南争取到了真正的独立。新中国刚建立没多久，周恩来总理便给越南发去了一件重要文件，代表中国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地位。随后，中国又派出了军队，火速打通了中越边境的交通运输线，对越南进行全面的物资援助。有了中国的鼎力支持，越南军民信心大增，在1954年赢下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，在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同年7月20号，法国撤出越南，但越南的劫难仍未结束，美国紧随其后，打响了无比艰难的越战。直到1973年，美军才全线撤退，越南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。在此过程中，明眼人都能看到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。然而，让中国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越南随后便背刺了中国。时间回到1975年，当时胡志明已去世多年，越南内部动荡不堪，李隼接替胡志明的职位，成为了北越的领导者。随后，他完成了国家的统一，将南越并入北越。尽管李隼是胡志明的继任者，但两人的政治主张却完全不同。相比中国，李隼更信任苏联。于是，在苏联的怂恿下，越南走上了吞并中南半岛的道路，并加大了对中国的排斥，俨然是要翻脸不认人，将中国视为头号的竞争对手与战略威胁。对苏联而言，越南是向其南部扩张的最好跳板。只要帮助越南统一了中南半岛，苏联自身的影响力势必呈几何倍数增长。另外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，苏联忌惮中国，害怕中国成长为自己无法掌控的大国，因此势必要极尽所能打压。苏联认为，倘若亚洲南部能再出现一个大国，就能削弱中国的实力，将中国毒死在家门口。这个大国距离苏联十分遥远，能对苏联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。因此，让越南统一中南半岛对苏联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。越南更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越南渴望成为大国，更希望自己成为中南半岛的主宰。
不如趁此机会借一把苏联的力，彻底奠定自己东南亚大国的身份。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越南，都小看了中国。1979年2月17号，中国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将越南引以为傲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。中国十分利落，达到战略目的后便立刻撤兵，没有半点犹豫。可见中国最核心的目的绝非扩张，而是战略自卫。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击碎了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美梦。那么倘若越南得逞，一举统一中南半岛，会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呢？可以肯定的是，倘若越南的计划得逞，中南半岛合并为一个国家，势必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。其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显现出了这样的苗头。当时李隼政权信心满满，自以为有苏联撑腰，便一定能够拿下中南半岛，与中国分庭抗礼。在苏联所给予的虚幻承诺下，越南彻底飘了，不仅大肆驱逐境内华人，还直接撕毁了边界条约。原来在1958年的时候，越南曾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，为此还特意发布过一份声明。在声明中，越南承认东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均是中国领土。但是动了统一中南半岛的心思后，越南便翻脸不认，想要侵占南沙群岛。直到近些年来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也是时时挑衅，态度嚣张。身为一个东南亚小国，越南都敢如此蛮不讲理、肆意妄为，倘若真的让越南盘踞中南半岛，那么后果可想而知。更何况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中南半岛不仅与我国的南海有关，更是与我国南部地区直接接壤。一旦发生流血冲突，云南等地都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势必是消极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弄明白，中国并非要搞霸权，阻碍中南半岛统一，而是这里本身就不具备统一的基础。所谓的统一，天然就存在着不合理性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朝鲜半岛两边百姓民族相同，语言互通，可谓是同根同源。若非美苏冷战，也不会分裂至此，这才具有统一的合理性。相比之下，中南半岛根本没有相同的祖先、交融的文化与统一的语言。在漫长的历史洪流里，半岛上的诸多国家本就孤立存在，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壤。不仅如此，一旦中南半岛统一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便会处于被动状态，美国很可能将印太战略全面升级，利用中南半岛阻碍中国崛起。其实中国并不是害怕强大的对手，而是看不惯阴险狡诈的小人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，中国将始终捍卫领土，保证本国利益。